上回书说到，纳兹等人与哈迪斯展开决战，拉克萨斯赶来增援，将自己所有的魔法都传给了纳兹。纳兹化身雷焰龙，天狼岛大战进入尾声。菲利德与恶魔之心的狗头还在激烈战斗。狗头虽然长着一副小兵脸，但实力却不容小窥，一度让菲利德陷入苦战。两人从魔法对决逐渐变成了嘴遁对决。接着，基哥和比古斯罗也加入进来。阿尔弗曼吃了基哥释放出来的鸡蛋，身体有了力量，也加入到战斗之中。三人联手攻击，很快就击败了狗头和基哥。雷焰龙形态的纳兹非常之屌，冲过去就是一套连击。火焰攻击之后，紧跟着雷电攻击。哈迪斯一把年纪被纳兹揍得满地找牙，眼罩都要被揍碎了。哈迪斯用幸运锁链锁住纳兹，没想到纳兹一下子便将锁链挣碎。来源流の纳兹的雷炎贯穿了整个天狼岛，哈迪斯没能躲过这一招，终于倒在了地上。哈比三人爬过通风管道，来到了一个诡异的房间。这里有一个好像新增的东西，乍一看又有点像钢铁侠的方舟反应堆。不管是什么东西，这个诡异的玩意儿大概率是这艘战舰的动力源，没错了。破坏了它，应该就能破坏战舰。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吵杂声，战舰的守卫正准备破门而入。莉莉变身黑豹模式杀入人群，为哈比和夏露露破坏动力装置拖延时间。莉莉意外捡到敌人掉落的装备，可变化大小的铸造师之剑，这一剑用起来出奇的顺手。莉莉持剑与敌方小兵展开了厮杀，威力实在太猛，连哈比和夏露露都被卷入其中。另一边，纳兹所有的魔法都用尽了，本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哈迪斯这老头子非常抗揍，他爬起身赞许地说：“真了不起啊，马卡罗夫那混蛋真是培养了一群可怕的小鬼，我竟然被打成这样，已经几十年没有这个样子了。”哈迪斯恢复状态，慢慢拿下眼罩。虽然这样解决你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但是应该给你们一份谢礼才行。哈迪斯露出了右眼的血轮眼，不是恶魔之眼，血红的眼睛让众人不寒而栗，这是他们这个级别的人从未感受到的魔力。哈迪斯说：“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魔道的深渊，接下来是完全超越你们想象的领域，结束了妖精的尾巴。”所谓魔道的深渊，就是落入深邃的黑暗之底，下一个阶段就是恶魔之心一直追求的黑暗魔法大魔法世界，也就是得到吉尔夫之后所能实现的境地。哈迪斯称呼其为唯一的魔法，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走火入魔。哈迪斯使用了吉尔夫之书当中的黑暗魔法力魔法天罚，随着魔法的释放，废墟之中爬出一个个怪物，这就是深渊的魔力。从土块中生出恶魔，作为恶魔的傀儡，天堂的处罚者，这就是力魔法。哈迪斯还没动手，光是召唤了这些怪物，妖尾众人就已经因为过度惊恐而浑身发抖。只有纳兹面不改色，从容的让人惊讶。此时他想起来吉尔达斯和他说过的那句话：恐惧不是罪恶，那是知道自己的弱小。只要知道自己的弱小，人就可以变得坚强和温柔。纳兹说：“我们知道自己的弱小，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？变坚强吧，勇往直前。一个人的话，可能会因为害怕而无可奈何，但是我们这么近就有伙伴，同伴就在身边。现在我们没什么可怕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孤身一人。”说得好啊，纳兹！就算魔力用尽，我们不到最后绝不会放弃。这就是妖精的尾巴！纳兹大喊一声：“哈迪斯驱动土块恶魔们发动攻击，黑暗魔法像雨点一样砸向众人。露西与温蒂抓住纳兹，将他向前方掷出去。格雷与艾露莎冒着黑暗魔法的雨点向前猛冲，纳兹冲过来，两人伸出脚来，用力蹬在纳兹的脚上。纳兹如同火焰流星一样冲向哈迪斯。哈迪斯释放出最后的黑暗魔法，坠落吧，妖精的尾巴！一声巨响，火光四射，纳兹又是一拳头打在哈迪斯的脸上。同一时间，夏比和夏露露破坏了飞船的动力源，连带着破了哈迪斯的魔法。哈迪斯的恶魔之眼随之失去了效果，土块恶魔们土崩瓦解，随风消散。原来那块像反应堆一样的东西，不仅是飞船的动力源，也是哈迪斯魔法的来源。因为那个东西的存在，哈迪斯才拥有强大的魔法和长寿的肉体。
如果被破坏的话，哈迪斯的魔法就会被削弱。双喜临门，哈迪斯的魔法削弱了，妖尾众人的魔法突然得到恢复，身上的妖尾纹章在闪闪发亮。原来是乌鲁提亚使用了时间的弧形，将那棵被阿兹玛推倒的天狼树复原，及时续航了妖尾众人的魔力。这一下纳兹更来劲儿了，哈迪斯非常绝望，但一想到自己将要败给马卡罗夫，不服输的精神或是身体回光返照，反手邦邦做了纳兹几拳头。同样恢复魔力的拉克萨斯站起来，将哈迪斯打倒。上啊，妖精的尾巴！纳兹重新爆发雷焰龙，艾露莎、格雷等人随即冲了上来。想必这是最后一击了，将恢复的魔法全部释放出来。露西召唤出摩羯座精灵卡普利科。哈迪斯看到卡普利科的一刹那，有一点懵逼，以为是自己的小弟来增援了，结果被卡普利科迎面狠揍了几拳。温蒂从哈迪斯后面发起攻击，用天龙之翼把哈迪斯击飞。哈迪斯狼狈地翻滚几圈，格雷与艾露莎紧接着跟上大招。节目的最后自然由纳兹收尾，纳兹一手火焰，一手雷电，双管齐下。哈迪斯立即使出恶魔的法律应对，但招式 CD 太长，根本来不及释放。眨眼之间被吞噬在了雷焰之中，哈迪斯终于起不来了。这赌上工会全力的一战，最后以大获全胜收尾。众人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哈比、夏露露、莉莉慌张归来，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大群恶魔之心的小弟们。纳兹等人的魔力已经耗尽，没有办法再对付这帮小喽啰。好在会长马可罗夫苏醒过来，率领加基鲁、菲利德等人迎战小喽啰。小喽啰一见是马卡罗夫，又看到自己的会长哈迪斯战败，顿时士气尽失，军心大乱，丢盔弃甲，一哄而散。妖尾众人互相搀扶着，陆续离开战场。哈迪斯叫住马卡罗夫，请求他给自己最后一击。马卡罗夫说：“我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作为谢礼，这次就放过你了。”哈迪斯说：“天真了，下次我一定要摧毁你的工会。”马卡罗夫说：“我输了，但是小鬼们却赢了你，慌什么？”哈迪斯说：“又天真了。恶魔之心被毁了，天狼树又复活，保护了那些小鬼。你以为他们真能打赢我？”马卡罗夫停顿一下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坠入黑暗？”哈迪斯说：“魔法即是黑暗，黑暗中产生的奇迹被称为魔法。从工会隐退的我，想要深入的了解魔道，想找出这个世界的真理。魔法膨胀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虚伪的世界，只有大魔法世界才是本来的魔法世界。我想看看这个世界，为此我得到了所有令杰尔夫觉醒的钥匙，只差一点点就能触及到那唯一的魔法了。”马卡罗夫说：“妖精的尾巴要与自由一起生存下去，这些全部都是从你那里学来的东西。”乌鲁提亚与梅尔蒂结伴离开天狼岛，因为悔恨，乌鲁提亚选择跳海自杀。梅尔蒂用魔法感知到了乌鲁提亚心中的悲伤和悔恨，跳入海中将乌鲁提亚救了上来。虽然乌鲁提亚毁掉了自己的家乡，但是自己被乌鲁提亚抚养成人这件事儿是不变的。梅尔蒂决定原谅乌鲁提亚，两人一起生活下去。恶魔之心的危机解除了，可新的危机正悄然接近天狼岛。杰尔夫告诉哈迪斯，自己从未沉睡过，一切关于自己黑暗魔法的情节都是哈迪斯个人的想象而已。而且由于哈迪斯的邪念，换来了更可怕的东西，那是连杰尔夫都头痛的物种——黑龙阿库诺勒基亚。因为天狼岛发生了很多事，马卡罗夫宣布考试终止。卡纳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地成为 S 级魔导士，但还是决定向吉尔达斯坦白一切。他找到吉尔达斯，告诉他自己来到工会其实是为了寻找父亲，那个父亲就是你。吉尔达斯愣了几秒钟，吓得尖叫起来。这些年自己在外面欠下的风流债太多了，完全想不到自己会留下孩子。卡纳非常气愤，没想到这个大叔有那么多女人。卡纳转身离开，吉尔达斯将卡纳抱在怀中。他说：“你是科内利亚的孩子，不会错的。科内利亚是我唯一爱的女人，和我结婚的只有她一个。”就在大家沉浸在大战之后亲人团聚的喜悦之中时，毁灭降临了。黑龙阿库诺勒基亚来袭，吉尔达斯前期外出执行秘密任务，就是为这黑龙所伤，几乎丢了半条命。虽然不知道火龙伊古尼尔怎么样，但是这条黑龙绝对是人类的敌人，而且人类无法战胜它。黑龙咆哮着降临在天狼岛，众人立即打起精神，准备战斗。
吉尔达斯说：“别费尽心思去琢磨如何战斗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从他眼前逃走。啊，不对，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当中能否有人活下来。”黑龙仅仅一声咆哮，半个小岛的森林就被夷为平地，众人都吓呆了，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破坏力。吉尔达斯喊道：“现在可没时间害怕，快点离开这个岛！”众人立即向船的方向跑去。黑龙吼叫着从天而降，夏露露喊道：“温迪，你不是能和龙沟通吗？能不能想想办法？”温迪说道：“不是我能和龙沟通，是龙拥有很高的智慧。”温迪尝试与黑龙对话，但黑龙根本不屑理他。在黑龙眼中，人类就是蝼蚁，没有人会与害虫沟通。黑龙用巨大的爪子攻击众人，纳斯等人尝试发动攻击，但都无济于事。马卡罗夫变身巨人，按住巨龙的脖子，命令众人立即离开。大家不肯走，想要留下来和马卡罗夫一起与黑龙同归于尽。拉克萨斯看着马卡罗夫的背影良久，含泪扯着纳兹离开。其他人见状，路忍着悲痛，跟随拉克萨斯向船的方向逃走。黑龙与马卡罗夫缠斗一番，非常轻松地将马卡罗夫推倒在地。马卡罗夫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运，但他此刻已经释然，因为自己的家人得救了。然而这时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跑来，跳上黑龙的身体。马卡罗夫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纳兹。接着艾露莎、拉克萨斯等人都折返回来。拉克萨斯表示：“我可是反对大家回来的。可是，在你的工会里，难道有那种留下老人自己逃命的人吗？”众人合力使出华丽大招，燃冰卵。吉尔达斯看上一切，那家伙根本没使出力量，只不过在和我们玩而已。吉尔达斯话音刚落，黑龙便从水中腾空而起，毫发无伤。只见他口中光芒闪烁，这是要放大招了。众人深感绝望。雷比提议众人将魔法集中在一起，最后使出防御魔法。于是大家手拉着手围在一起，齐声高呼。大家与黑龙激战的同时，初代会长梅比斯的意志出现在天狼岛，悄悄地使用了一个魔法。黑龙释放出一记破坏波，一阵爆炸之后，海面卷起巨大的漩涡，天狼岛随着漩涡一起沉入了海底。784年12月16日，天狼岛因为黑龙阿库诺洛基亚被彻底消灭，之后黑龙便消失了踪影。之后半年里，虽然在附近的海域展开了调查，但未能找到幸存者，妖尾的核心成员们就这样音讯全无。天狼岛内容就此结束，我是千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